各位朋友，这个国家大了就事儿多呀。中国是年年治水，年年发水，那没办法，国家太大了。而且呢，今年呢，那个广西呢还面临着那个别说100年了，可能1000年不遇的这种强降雨。大家发现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降雨带啊。也不知道是因为天然原因呢，还是由于中国这些年来这个植树造林的成绩太好，反正中国的这个西北方都渐渐的成了这个绿洲草场了，降水呢一年比一年大啊！这个广西好像是3个水库一起决堤啊，群众损失巨大，朋友们。六兰水库压大坝倒下了。曼顶的话就起码有8000万了，58年建库以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种到处都是白茫茫的这一年。今天早上5点多钟的时候，那个水来得太猛了，漫过那个坝顶，然后半个钟头一个柳南高速，还有一个209国道，基本上已经到了那个库底了，但是还是有水停不下来。据新华社消息，六兰水库6日上午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现场视频显示，洪水从缺口向下游倾泻而下，附近就有村民的房屋。杭州市应急管理局回应称，六兰水库坝体确实出现缺口，目前抢险救援力量已经到达一线。杭州市防汛指挥部称，昨夜起水库周边的群众就已经开始转移，目前转移工作仍在进行。7月5日20时，南宁市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据杭州市政府官网消息，当地多个部门连夜清涨，应急管理部门已经调集物资送至防汛一线。由于决堤很突然，群众来不及转移啊，好多群众被冲到了洪水里面。看着那个镜头啊，触目惊心，我就不在这儿给大家放啊。tập cô tới và lâm chạy lo cái yếm là này ta tới chúng tôi装修cái tính cơn đấy mà cá tôi lần到现在呢，就是说损失的情况还没有统计上。这个水库竟然是一个土坝，大家发现了吗？这竟然是一个土坝。六兰水库压大坝倒下了，整个村道都没了。58年的六兰水库大跃进的时候造的是个土坝，那个豆腐渣工程吧。这是另外一个水库决堤了，这个叫三岔水库决堤了，也是土坝。几十年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大水。中国的救援现在都用上无人机了。我这劲儿真大啊！我就飞那么高吗？至于飞那么高吗？一点不更安全啊！是下边有电线啊。这是没有决堤之前的那个水库的土坝。
这水库可不小啊，这么大水库，木土坝确实是个安全隐患。你看这水库真不小。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现场情况。昨天，广西南宁衡州市多个水库发生险情，导致下游村镇被淹。目前雨势转小，现场积水略有消退。总台记者在第一时间徒步来到了六兰水库，直击水库的受损情况。现在是7月7号的0点15分左右，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远处就是目前损毁比较严重的一个坝体。据当地人员的这个介绍呢，这个损毁的长度大概是有几十米的长度。目前这个坝体是出现了2处损毁，这一处是比较严重的，在更远方呢还有一处稍微小一些的这个损毁处。那么据我们救援人员介绍呢，白天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技术人员已经到达坝体的位置进行一些检查。7月6号晚，孝乙镇东须村雨势转小，道路积水稍退。总台记者徒步涉水进入村镇后，搭乘当地村民车辆来到受影响严重的六兰村。在六兰村，记者跟随现场救援人员继续向前。虽然积水退去，但现场道路泥泞不堪，满是碎石、电线和杂物，路旁的房屋建筑受损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六兰村还有不少村民留守，等待生活物资，只能徒步前进至水库位置。经过长时间徒步跋涉，在靠近水库的位置，记者看到水库周边的拦水墙已经被冲毁。据记者向救援人员了解，目前各式重型机械已经抵达东须村现场，等待下一步勘探水库损毁情况后进行处置。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广西南宁市宾阳县陆须镇和甘塘镇发生严重积水。我们来看广西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陆须收费站，现在这个出站的道路是完全的被这个洪水给淹没了。大家看到这个道路现在已经是淹到了这里，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车辆呢只能是停在这。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陆须镇的小宋村、大宋村和平望村受灾较为严重。各部门的救援力量从6号一早就进入这几个自然村，把群众从地势较低的楼层转移到高楼层。中午，消防队员成功转移出第一批人员，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用铲车送来爱心物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5号中午开始，所有工作人员就下村排查，对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及时拉起警戒线。主要是还有路，还有那个水淹啦，吃去不了。还有我们想办法的是冲锋舟，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是无人机。受美沙克的影响，今天上午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溃坝、垮坝险情，宜宾阳县的六旺水库也出现了漫坝的情况。那总台记者陈小鹏目前已经抵近六兰水库的救援现场，我们看看他刚刚发回的报道。我现在呢就在衡州市孝乙镇的东须村。那么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这里呢就是上午六兰水库发生缺口险情之后受淹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子啊。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农田呢，包括村庄的一部分房屋呢，已经是完全的被洪水所淹没啊。包括这个第一处的房屋现在已经没过了这个顶部。那么现在呢，这里也是集结了很多的救援力量啊，有这个消防人员，有公安力量，还有我们的应急，包括特警，还有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民兵，也都在这边正在集结，然后准备继续进行后续的这个救援工作。我的身后呢，现在这边是有很多的这个救援车辆，现在正在路边在进行集结，包括这边有消防人员和应急人员正在准备挺进这个涉水的区域。路边呢也是停着这个消防的车辆，包括在这个村子入口处的这个高速路上，包括县道上也都是排满了这种各种的救援车辆。那么当地呢，在这个东须村的设立了一个临时的指挥所。现在目前空中呢还是不时的在下着这个雨啊，刚才也是下了一阵非常大的一阵雨。从4号开始呢，连日的降雨呢，也是导致这个水库发生了这个险情。那这个水库呢是始建于1958年啊，是1960年正式投入使用。现在
水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1天的时间。可是群众呢，损失巨大。从时间线来看的话呢，六兰水库昨晚8点半开始了调洪，那么今早6点呢全力的泄洪。然而上午呢，水库的坝体还是出现了溃口。那么从您的分析来看的话呢，这一次的险情发生的原因啊，主要有哪一些？陈先生。我从网上也看了一些资料，从我的分析来看呢，造成本次险情的主要原因有3个。第一个就是降水量历史级罕见，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4号以来啊，南宁市普降特大暴雨，延续把5日晚上10点，按照20到30个立方米每秒的进行泄洪，但是因为这个降水量远超预期，紧急提前至8点半，并加大至50到200个立方米每秒，但是上游的镇龙站雷水大幅度超过604个立方米每秒，实际上雷水的是远超我们库的设计预估值，这是水库水位严重超限。第二个原因就是7月6号凌晨2点半到它的水位已经达到110.20米，远超我们防洪的0.66米、0.91米。凌晨6点开闸放水，但是由于雷水的量比较大，水位持续居高不下。第3个原因就是坝体我们始建于1958年，服役了60多年，由于坝体的结构材料老化，内部隐患的积累，导致我们的堤坝的安全性和抗洪能力下降。总的来说，此次险情主要的原因就是强降雨导致我们的库存的容量超了设计标准，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啊，除了天灾以外，还有没有人祸呢？中国的网友呢，万能的网友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个水库啊，早在前几年的时候啊，就做过这种招标啊，花了7000多万，保险加固，按照100年一遇的洪水来设计。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在这个几年前啊，这还也不远，2009年啊，10几年的时间吧。还有的网友反映呢，说这次的灾难呢，除了极端天气之外呢，说是这个水库已经承包给私人搞养殖了。很多人都在说承包老板不愿意放水，因为养了很多鱼，放了损失惨重，不到最后一刻不愿意泄洪。问题就在于这儿的，水库呢是防洪工程，对吧？你跟这个养鱼它是有这种利益冲突的。如果真的是那位承包的那个老板不愿意泄洪的话，那这老板进去以后，我估计得蹲个几年啊。那承包给他的那些水利局的人，我估计也得进去了。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